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白启远吃完了面，刚起身要收碗，碗就被唐玉成拿了过去。没事，一个碗我还是可以洗的，还是我洗吧。唐玉成语气平淡，却不容置喙。白启远无奈地笑了笑，似乎在这个家里，连洗个碗我都不能做主了。那我去书房了。哦，去吧。唐玉成站在洗菜池边，挽起袖子，回头问了一句：对了，你要喝咖啡吗？不用，谢了。白启远回到书房，重新坐回书桌前。他单手托着腮，视线落在面前的电脑屏幕上，但脑子里反复过着唐玉成刚才的话。一个高中生正是该心无旁骛的时候，但他还在操心着挣钱，这能定下心来学习吗？他有些纠结，提醒他吧，他根本不听；不说吧，又感觉自己有这个义务告诉他。说与不说的结果倒是都一样，我都很难受。这也许就是一个当家长要经历的劫吧。白启远轻轻叹了口气，目光重新变得坚定。别的都好商量，但如果他真的为了挣钱而荒废了学业，我肯定不能袖手旁观。唐玉成按计划给陈野和方卓补习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也算变相的体会了一把当老师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挺好，有种掌控感。他设计了一个抢答环节，把各科的知识点混在一起，看谁答得又快又准。这不单是知识的较量，更像是一场关于反应力的博弈。看着面前两人截然不同的神情变化，唐玉成眼底掠过一丝促狭。欧姆定律说了什么？我来。电流与电压成正比，与电阻成反比。正确。下一题，蒸发为什么会使液体降温？这是因为高能分子离开，平均什么降低？动能降低。没错，两个人算各对一半。胜负欲激发出了方卓的斗志，每答对一题，他都绽放胜利的笑容，还不忘朝陈野投去挑衅的目光。陈野倒是气定神闲，几乎没怎么抢题，脸上瞧不出半点不快。陈野这是在故意放水，毕竟论学校排名，陈野还在方卓前面。每次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午餐都极其丰盛，次次不重样。每次吃完，方卓都会心满意足的直接瘫在沙发上，一脸的惬意。而今天唐玉成这会儿正走到白启远的书房门口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有些出神。人不在还看呢？陈野不知何时凑了过来。没你的事。唐玉成冷冷回道。陈野也不恼，看你这样，我也算放心了。你又想说什么？可以确定你对方卓没那意思。陈野的视线下意识地扫向书房，但你对你家这位齐远叔倒是很有意思。我没有。唐玉成否认，因为他就是不想在陈野面前承认自己被他看穿，不想给他傲娇的理由。你否认也没用，从你看他的眼神、说话的语气，我就知道你喜欢这位叔叔。你学习也这么聪明就好了。唐玉成眯起眼，朝陈野假笑了一下，又恢复了正常的表情。我就说嘛，我看人一向很准。陈野嘴角露出一抹邪魅的笑。唐玉成话锋一转，就算我喜欢他又怎么样？那就追啊，光在这睹物思人有什么用？陈野压低了声音，语气里带着几分蛊惑。你要知道，美味的猎物可不会只吸引一个猎人。唐玉成鬼使神差的竟然把这位少爷的话听了进去，甚至下意识地问，那该怎么追？他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真的问出口。那你算问对人了。怎么感觉我还是掉进他的陷阱里了？我对你的建议是直接上。什么意思？土死了，非要人把话说得这么直白，你才能听懂吗？直接把他压在身下，把生米煮成熟饭。那你也打算这么对待方卓？唐玉成的话里带着一种警惕。那不会，方卓还是个小屁孩，有的是时间慢慢磨。陈野笑得邪性。但你的目标是个成熟男人，你得在气势上压制住他，否则怎样？否则被压在底下的就是你了。哼，我巴不得他把我压在身下，至少说明齐远叔喜欢我。在他眼里，我不再是个孩子，而是一个男人。呵呵，没想到你喜欢这种成熟款的。陈野调侃道。唐玉成没接话，停顿了几秒。此刻他脑中闪过的一个念头，让他的眼神里多了一丝郑重其事。我想给他买份礼物，你有什么建议没有？你早说啊。他是大学老师，应该很注意仪表，服饰上还是需要一些讲究的。领带怎么样？这个他经常用得到，只要他一低头就能想起你。唐玉成挑了挑眉，好像这少爷的逻辑倒是没毛病。行，我再想想。唐玉成收敛了神色，看了一眼表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继续补习。
这道题你们听明白了吗？旁边的2个人点了点头。以后遇到这种类型的题，就按我说的这个思路走，准没错。唐玉成正讲着题，桌上的手机震动了几声，他拿起来看，是白启远发来的信息。我今天晚点回去，你不用等我吃饭了。哦，那我去接你。不用，也不知道会几点，我自己打车就好。哦，那你自己路上小心，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。他放下手机的时候，眉头不自觉地轻轻皱了一下，指尖下意识地在桌面点了点，一抬头正撞见对面2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他看，眼神里写满了探究。哟，吓我一跳，你们俩这么盯着我干什么？玉成，什么事情能让你愁成这样？一旁的陈野听了方卓的话，意味深长地笑了一声。我没事，你别瞎想。唐玉成迅速收敛了神色，抬手拍了拍桌子上的题。好了好了，别盯着我看了，赶快看下一道题。傍晚 ，Novice 宋毅办公室，特助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，为宋毅和白启远手边的杯子里续上了咖啡。2人面前各摆着一份文件。这是本季度的市场预期，如果按照现在的策略推进，3个月后利润会有增长，但风险也会同步放大。宋毅看了一下文件，又抬眼看向他。所以你不赞成？我只是觉得这种增长让数据短期内看起来很好看，但宏观环境在收紧，一旦政策方向调整，我们会被卡在一个非常被动的位置。办公室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宋毅靠在椅背上，像是在想什么，然后淡淡地问：那你的方案呢？延缓扩张，先回收现金流。白启远顿了一下。市场情绪现在是热的，但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保持冷静。宋毅忽然笑了一下。你这个人啊，每次都在别人想踩油门冲刺的时候，偏要让人踩刹车。白启远没有反驳。宋毅站了起来，手掌在桌面上轻拍了一下。好，听你的。那今天的工作就先到这儿。听到这儿，白启远的肩膀微微下沉。这时，宋毅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。白教授，昊天给我发短信，让我去酒吧跟他会合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？白启远微微一怔，有些迟疑。我一天到晚都在忙工作，该放松的时候还是得放松一下，劳逸结合嘛。走吧。我去也行，反正昊天也在，去坐坐也无妨。那好吧。那太好了。宋毅显然没想到他会答应的这么干脆，这有点让他喜出望外。咱们这就出发。白启远起身拿上自己的包，随他走出了办公室。特助驱车将2人送到酒吧门口。白启远刚下车，就看见了梁浩天那辆骚包的粉紫色车。白天的酒吧外观普通的可以引入尘烟，可一旦夜幕降临，黑暗就成了最好的背景色。当霓虹亮起，整栋建筑便像是被注入了灵魂，瞬间活了过来。酒吧门口昏黄的灯光照在站在门口的人脸上，其中一个人西装革履，但此刻白日里那张彬彬有礼的面具被撤掉了，露出了他本来的面目，不屑的、慵懒的、彻底放空的。他的身体随着酒吧里飘出的重低音节奏微微扭动着。白启远快速掠过这些陌生人的神情，下意识别开了眼。他本能地抗拒这种地方，因为他的人生底色是要正派与积极向上，而非像这些人一样在这众目睽睽之下随性地袒露自己的欲望。他跟着宋毅走进了酒吧，里面震耳欲聋的音乐瞬间包围了他，他心脏不可控制地和音乐发生了共振。这时，坐在角落里的梁浩天远远地冲他们挥了挥手。等他们走近，白启远才看清梁浩天身边坐着林辉，还有其他他不认识的人，估计都是梁浩天的玩友们。他们互相打了下招呼，就坐下来聊了起来。旁边人的聊天声被震耳欲聋的音符盖过。白启远此刻没有要加入他们的打算，他只是安静地端起自己点的那杯鸡尾酒，指尖感受着杯壁传来的阵阵凉意，偶尔小抿一口。他抬眼平静地看着座位那头的梁浩天和林辉的互动，只见林辉一只手箍住了梁浩天的肩，那姿态似乎在告诉在场所有的人，这个人是我的。2人贴面而语，说着只有彼此才能听见的话。2个人的笑是那么甜，甜的都齁得上。说着说着，偶尔还在彼此的嘴角上轻啄几下，